蓝忘机吃了，魏无羡更是不停地给他夹，仿佛得到了投喂的乐趣。吃完了饭，魏无羡没解释刚刚在干嘛，蓝忘机便也不问。又坐了一会，魏无羡许是觉得无聊了，忍不住地站起来看了一圈，最后看上了蓝忘机的杯子。蓝湛，我去给你冲咖啡吧。蓝忘机笔尖顿了一下，目光沉沉地看着他，半晌才应了声好。果然这一去又是十几分钟的事情。蓝忘机这会倒像是专门抓他似的，站起来直往茶水间而去。果然，哇，那你和我们蓝总是什么关系呀？是我想的那样吗？想知道？声音一如既往的轻佻。蓝忘机顿住了脚步，他也想知道魏无羡会怎么说。你们觉得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咯，模棱两可，故作玩笑。但毕竟他俩从来没有向外界公开什么，两人的想法都是顺其自然的好，不必刻意。讨厌，你快说呀，满足我们的好奇心，不然我们可是有人要追你了。蓝忘机手指猛地一掷，就要推门进去。魏无羡听到这话也是一抖，认真起来。我们俩结婚了。你不会是开玩笑吧？不像。魏无羡挑了挑眉，好像真的挺像的，不然赵兰总的性子，怕是不可能和魏无羡如此亲密。说话间，有一只手搭上了魏无羡的肩膀，仔细听声音还有些愉悦。渴了？你怎么来了？魏无羡有些惊喜，站起来看着他。旁边的人识相的走回去。魏无羡乖乖的和蓝忘机回去玩手机，玩着玩着就眼珠子滴溜的乱想。蓝忘机也在想别的。魏莹，怎么了？蓝忘机的手指倦了倦，想说什么又像是难以说出口。我们蓝忘机终是说不出口，泄了气，不说了。倒是魏无羡闷笑起来。蓝湛啊，你想公开就直说嘛，我又不是不同意，你干嘛这么欲言又止又欲擒故纵的要我猜呀？你要什么就要说出来，你不说我怎么会知道？两人晃晃悠悠过着小日子。当然只有魏无羡在晃，他总是东跑跑西跑跑的，偶尔又窜去蓝忘机的办公室，但到底是办公的地方，也不适合天天黏在一起。拿了世界冠军之后，魏无羡虽然没像以前那么急哄哄的要出去比赛，实际上是因为世界冠军的身份，别人已经不让他随便上场了，作为王牌，自然不会让他随随便便就出击。如此，他倒是闲了下来，一来二去的就准备给自己发展别的业务。蓝湛，我明天就走，要去5天，你自己好好吃饭睡觉啊。魏无羡扒拉着衣柜收拾着衣服，准备出去单飞。蓝忘机沉默地看着他折腾，他要去冒险的事已经跟蓝忘机说过好几次了。蓝忘机虽然想跟着他去，但又偏偏碰上旺季，一时也走不开。所以魏无羡打算先去，然后回来再安排时间和蓝忘机去别的地方。蓝忘机看他实在憋得慌，自己又实在忙，也没说什么，只是心里多少有点不是滋味。魏无羡这副兴奋的样子，让他硬生生地品出自己要被抛弃在家的错觉。魏无羡第一站是张家界，国内的风景他倒是一直没有时间去观赏，本想找蓝忘机当向导的，只可惜蓝忘机不能去，虽然他还想找别人带着他去，但以他家那位的醋性，必定是要别扭上好几天，甚至可能还要推脱掉事情陪他去的。他想了想，还是自己去吧，自己也比较自由些。他带了个行李箱就出门了，挥挥手还不要蓝忘机送，开着车就去了。蓝忘机看着一桌子的文件，心里苦。魏无羡到了张家界走走停停，还拿了蓝忘机的相机去的，扬言要给蓝忘机带点风景。风景是带了，人倒是一点都没出现在镜头里。蓝忘机划拉着山山水水图，一时不知道要说些什么。魏无羡还有4天才回来，他就已经很想他了。在家面对着空荡荡的房间也不是滋味，好在魏无羡还知道打个视频电话过来。蓝忘机边工作边听着他念叨，魏无羡又是个闲不住的，拿着手机一直在整个房间走，他还没介绍，蓝忘机就已经知道整体的构造了。终于闲下来，魏无羡趴着翘着腿看着镜头里的蓝忘机。蓝忘机还没准备休息，正襟危坐的处理工作，衬衣扣子扣到最上面，好看的锁骨全被掩盖住，剩下一点点模糊的影子，只有魏无羡知道下面是怎样的一副好光景。
看着看着就眯起了眼睛。蓝湛，你是不是还没洗澡？蓝忘机的手指微微一滞，画面里的魏无羡早已换了睡衣、短裤、短衣，甚至还露出一截白花花的腰腹，晃蓝忘机的眼。要不，魏无羡像是不好意思的舔了舔唇，但看起来更像是色心起和不怀好意的缓缓道：“要不你洗澡给我直个波呗，你。”蓝忘机疼得站起身来，又惊又气。人不在身边，偏生死命撩拨，甚至还提出这么不知羞耻的要求。舒乙都随着他的动作晃动了一下。怎么？不都看了那么多次了，我才出去玩1天，你就不让看了？你逞口舌之快，这方面他永远比不过魏无羡，只能噤了声。好吗？开玩笑的，你去洗澡吧，我先睡了，玩了1天累死我了。晚安，晚安。蓝忘机看着某个刚梳完头，一点一点就睡过去的某个人，恋恋不舍地看了他好一会儿，才挂断了视频通话。还有4天。魏无羡在外面疯玩也没忘了每天给蓝忘机打个电话，看看他再哄哄他。真是小可怜，哥哥我在外面用你的卡吃香的喝辣的，你只能手机前看我拍的图喽，太可怜，不忍心呐。话虽是如此说，但他脸上的笑意可不是这样表达的。蓝忘机也不吭声，似乎无论他说什么都不打算应了。魏无羡也不恼，继续叨叨：“哎，我今天还跟2个女孩子组队爬了山。话说我好像真的没注意过女生。”蓝忘机突然打了一下回车键，发出了一道清脆的响声。魏无羡看他一眼，又继续这么一说：“我的命好苦，这在国外就忙着躲避我妈的追打，好不容易有了赛车自由点，又和你绑在一起，果然我这一生就是和女生无缘啦。哎，不好。好的很呢，家里那位醋性不那么大就更好了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你说我们这样算不算偷情啊？被我家里的那位发现该怎么办？那就公开。公开怎么行？到时候我们必定是要被拆散了的，我可舍不得你。”似乎是听到不能忍受的字眼，蓝忘机终于抬头。不会。为什么不会？我家里那位凶得很呢，既已结婚，如何会散？你这下可实实在在的把魏无羡给噎住了。蓝湛这人怎么平时不说话，一说话就这么撩人呢？魏无羡终于从回来，蓝忘机还没忙完，但第1天晚上倒是好好把人收拾了一番，好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偷情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别看我也没用啊，我每多一次去旅游，我必定是要和你视频偷情的。哎，我的错，我可能下个月又要去旅游了。魏无羡勾了勾他的尾指。我和你去，可你不是能忙完？好，那我就跟驴友们说不跟他们一起去了，咱们一起。嘿嘿，好。终于等到能和蓝忘机回去，魏无羡倒是兴奋得很。上次2人在毛里求斯的100项情侣体验也没有全部玩好，现在一定要玩个痛快。街道小吃，蓝忘机不吃就喂他吃，也算是体会到了花钱也快乐的感觉。魏无羡从不喜欢好好走路，说着说着就喜欢倒退着看蓝忘机走。